我们的士兵每天只吃2顿饭，但从来没人敢提出抱怨。之前朝鲜人民军军官李明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提到的一句话，向世人展示了朝鲜近乎变态的军队生存法则。朝鲜这个国家人口也就2588万左右，在国际制裁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可偏偏军队的规模大得惊人，现役军人就有120万，放眼全球，这军队规模能排到第4，跟他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比，那是相当不匹配。说起来，朝鲜的国力和军力差距大得离谱。2024年，朝鲜的 GDP 在全球排名第130位，西方国家对他们长期封锁。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朝鲜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在军事领域，朝鲜在全球军事排名中居然能位居30左右，这反差是不是让人惊掉下巴？其实这一切都跟朝鲜的先军思想脱不开关系。从建国开始，朝鲜就奉行先军思想，把军事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搞全民皆兵。结果朝鲜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在这个人口刚过2500万的国家里，现役军人约120万，平均下来每21个公民里就有1个当兵的。然而再把650万预备役和78万准军事部队算进去，军事体系吸纳的劳动力接近全国人口的30%，这比例放眼全世界都找不出几个能与之相比的国家。这种极端军事化的政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苗头。1987年，朝鲜推行全社会要塞化政策，那时候现役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3.1%，而同期的中国这比例才0.4%，苏联是1.8%。到了2025年，朝鲜现役军人占总人口比例飙升到了4.6%，每年得有大约16.2万青年被征召入伍，这人数超过了同年全国新生儿数量的1/3。韩国统一部在2024年发布的朝鲜人力资源白皮书里提到，朝鲜18到30岁的男性92.7%都被强制征兵，而韩国同期的服役率只有63.4%。更让人想不到的是，2023年修订的兵役法把女性的服役年龄从17至23岁延长到了30岁。那些在纺织厂工作的适龄女性，每个月还得参加72小时的军事训练。朝鲜的兵役周期也是一延再延。2022年，金正恩签署了关于加强革命武装力量的决定，陆军服役期从10年延长到了13年，海军从7年延长到10年。到2025年，军队里30岁以上的士兵占比达到了19.3%，创下历史新高。在平壤防卫司令部这样的核心部队，精英家庭出身的军官服役到50岁才退役，他们的子女接着被送进军校，军事精英世代传承。普通农民子弟就算退役了，也得加入红色青年禁卫队，60岁之前每年都得参加至少45天的实弹演习。这种全民终身军事化的制度，让朝鲜农民下田干活的时候，肩膀上都可能扛着步枪。说到这儿，肯定有人问，朝鲜到底咋养活这么庞大的军队？答案藏在全社会资源的集中供给里。先说粮食，联合国农粮组织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朝鲜民用粮食配合过去3年一直维持在每天380到420克，其中30%得靠国际援助和进口。军队这边完全不一样，掌控着全国87%的可耕地，差不多180万公顷，自己搞了个第2粮食战线，实现了自给自足。像驻扎在两江道的第7军团农场，2023年引进了中国辽宁的覆膜栽培技术，玉米单产直接提升到每公顷5.8吨，比普通农业合作社的量产高出120%。这些军管田产出的粮食不仅够军队自己吃，还有盈余，通过平壤光复街的军方商店给高级军官家庭提供特供。再看能源，军队的优先性体现的明明白白。在平壤，普通家庭每天只能用上4小时电，可位于南浦的西海卫星发射基地有独立的燃煤电厂，一天的消耗量相当于2.5万户居民1个月的用电量总和。朝鲜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柴油43%都被军用卡车运到了地下油库，而且朝鲜独特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也离不开能源的优先供给。比如说平壤南道的顺川磷肥厂，白天生产农业化肥，晚上就摇身一变成了军用电池原料生产线，妥妥的军事资源一部分。面对国际制裁和封锁，朝鲜军方也没坐以待毙，搞出了自己的危机转化能力。2024年9月，台风苏拉袭击黄海道，20万人瞬间失去家园，可军方反应迅速，马上启动战时赈灾预案，把40%的国际援助粮食都转运到了军事仓库，还有生物资源也被朝鲜军方军事化利用起来。两江道的长白山药用植物研究所每年采集15吨野生人参，
其中90%用来给军官制作滋补剂，剩下的就通过丹江口岸出口赚外汇。而在工业生产方面，朝鲜全国37%的民用工厂都被强制改造，装上了武器制造模块，工人们还得掌握把农用拖拉机改装成装甲运兵车的技术。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东边3公里的第47人民工厂，工人白天生产儿童书包，午后就切换到防毒面具零部件的组装，这就是朝鲜自创的平战双模生产线。同一批工人既能生产民用产品，又能组装军用装备。虽然朝鲜这样不顾一切搞军队，多少有点牵强，但是他们养出来的军队战斗力却不容小觑。就拿俄乌前线的表现来说，美国 CNN 都承认朝鲜特种部队作战勇猛，乌克兰士兵也说朝鲜士兵灵活走位，用3-3制战术打得乌军措不及手。他们不怕死，为了冲锋快，直接扔掉头盔和防弹衣，单兵能带300发子弹和一堆手榴弹，只要有小组突破防线，就能靠弹药死守等增援。装备上，朝鲜也不含糊，陆军有先军915坦克，性能直追早期的 T72 KN-25型600毫米火箭炮，据说能打400公里，还能装核弹头。防空的 KN-06 导弹比 S-300还厉害，导弹部队的火星炮11能打500公里，带核弹头威慑力十足。轻武器从仿制 AK 到自研新款，不断更新换代。朝鲜军队战斗力这么强，背后离不开扎实的思想建设。朝鲜领导人一直很重视这方面，金正恩要求人民军用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革命思想，牢牢武装自己，把人民军打造成思想和道德的强军。每次视察部队，他都先去参观部队的革命史迹教育室，叮嘱要传承伟大领袖们的军事思想和建军业绩。而且在朝鲜，从军队高层到基层，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日常重点工作。在军营里，士兵们常常聚在一起学习朝鲜的革命历史、国家的发展理念。通过这些学习，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使命感不断增强，心里都装着要保卫国家、守护人民的坚定信念。这种思想建设让朝鲜军人在战场上能迸发出强大的战斗意志，同时朝鲜也不忘通过文艺活动来激励自己的战士们，并且他们还有自己的特色。朝鲜有专门的人民军文艺宣传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军队里搞文艺演出，给官兵们加油打气，提升大家的精神面貌。演出形式多种多样，有唱歌、跳舞、戏剧表演等等。这些文艺宣传队不仅在军营里表演，还会走到社会上，在遇到自然灾害或生产困难时，到现场为民众和军人加油鼓劲儿。像在农业生产遭遇难题的时候，文艺宣传队就会到田间地头，用精彩的表演给农民和参与农业支援的军人带来欢乐和力量，激励大家战胜困难。还有朝鲜的一些艺术团体会专门为军队创作相关的文艺作品，比如音乐舞蹈综合演出，用白头山枪杆子迎举最后胜利。里边的节目像混声合唱，飘着最高司令官旗夺取胜利，舞蹈我们的枪杆子的都充满了战斗气息和鼓舞力量，让军人看了热血沸腾，更坚定保家卫国的决心。而且军属们也会开展文艺活动，诗朗诵、乐器弹唱等节目，丰富了军队的文化生活，给战士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朝鲜靠着这种极端的军事化模式，维持住了全球第4大军队的规模。在国际制裁的巨大压力下，军队在战斗意志、战术运用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展示出了相当的实力。不过，这也把整个国家的社会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全国的资源都往军队倾斜，民众的生活难免受到影响，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制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国际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朝鲜这么重视军事，也是为了保障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很容易就会被欺负。您觉得朝鲜用这种模式养出的100万大军，到底是国家的护身符，还是发展的枷锁？来评论区唠两句。俄罗斯凭什么敢和半个世界为敌？俄罗斯敢于亮剑，主要来自3个底气。2004年3月29号，北约宣布了本组织的第5次扩张结果，接受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6个国家的加入申请。在北约方面公布了这则消息之后，俄罗斯的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都迅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来抗议北约的这一次扩员决定。然而，面对俄罗斯的强烈反应，西方各国却不以为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从这个时候开始，俄罗斯便逐步进入了与西方对抗的状态之中。从此以后，俄罗斯将直接以一国之力对抗半个世界。俄罗斯的第一份底气就来自于苏联为其留下的庞大军事能量。冷战时期，苏联红军拥有着足以跟美国抗衡的军事实力。根据多家西方媒体的估算，苏联弹头数量一度超过了11000枚。而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核武库里仍然保留着超过6000枚核弹头，而且这些核弹头里大多都是杀伤力更为强悍的氢弹。
另外，苏联时期建设的大量军工产业也被俄罗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继承了这些家当的俄罗斯不仅可以源源不断地研发新武器，还能将本国生产的武器用于出口。直到今天，包括印度、埃及等地区强国都是俄罗斯军火企业的主要客户。许多年以来，俄罗斯的军售总额一直维持在280亿美元之上。这样的军售规模虽然比不上世界军火巨头美国，但也足以彰显俄罗斯的军事大国地位。2013年10月10号，俄罗斯从著名的导弹发射基地卡普斯金亚尔发射了一枚经过改进之后的白杨洲际导弹，结果这枚导弹完美地命中了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一处标靶。可以说，俄罗斯在全世界的面前再一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军工研发能力。比起乌克兰、爱沙尼亚等前苏联分裂出来的小国，俄罗斯继承的苏联遗产大多也都是能够配套的，包括苏联时期的图波列夫设计局、苏霍伊设计局等领先世界的军事科研机构也被俄罗斯继承了下来。2009年，俄罗斯又宣布开始研制新的萨尔马特系列导弹。根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这款导弹起飞时的重量远远小于之前俄罗斯军队准备的 SS-18 型导弹。这代表着俄罗斯已经逐渐从苏联解体的混乱局面中走了出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确令西方各国感到恐惧不已。然而，苏联时代留给俄罗斯的绝不仅仅是惊人的武器装备数量和恐怖的军工研发能力，俄罗斯令西方世界感到忌惮的也绝不仅仅是它的军事影响力。关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有人曾经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没有了苏联的俄罗斯，就像是一个大号的加油站，毫无影响力可言。这句话固然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俄罗斯的看法，但它也给许多人造成了一种强大的错觉。虽然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确是衰落了，但是这不代表着俄罗斯心甘情愿地沦为一个地区性强国。苏联时期遗留的强大政治影响力，恰恰就是俄罗斯的第二个底气。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还在世界各地经营着多处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依然是俄罗斯拓展政治影响力的触角，让西方各国感到寝食难安。比如苏联在越南金兰湾建设的海军基地，就一直被俄罗斯使用到了2003年。最终，俄罗斯还是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才宣布撤出金兰湾。2011年，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内乱，由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在叙利亚境内四处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美国人在叙利亚故意制造内战，让叙利亚人互相残杀，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夺取叙利亚的石油资源。因为其总统小阿萨德是一个非常亲俄的政治人物，因此美国人必须穷尽代价将其从总统的宝座上赶下来。为了保住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甚至不惜直接派出飞行员和志愿军进入叙利亚的领土，帮叙利亚政府作战。在战争进行了整整8年之后，眼看着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都已经到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了，但叙利亚政府军还是在俄罗斯的支持下顽强地将叛军顶了回去。如今，虽然叙利亚的战事还在持续之中，但俄罗斯在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算是被勉强保留了下来。由此可见，美国人想要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生存空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中东和东南亚以外，俄罗斯还在非洲维持着庞大的政治影响力，包括西非的尼日尔和尼日利亚都曾经建立过亲苏的武装或政权。为了维持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政府甚至派出了雇佣兵在西非和中非一带活动。这些战斗力强悍的雇佣兵可以绕开正常程序，肆意颠覆某个国家的政权。目前，他们已经在非洲内部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控制区域。多年以来，美国、法国等西方世界的主要成员都曾经试图将盘踞在非洲的俄罗斯雇佣兵纳入恐怖组织的名单之中，但他们的这些行为全都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烈抵触，使他们一直不能得偿所愿。当然，除了诸多的客观因素之外，俄罗斯人也吸取了历史上的诸多教训，以至于今天绝大多数的俄罗斯民众都放弃了与西方世界媾和的想法。因为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与西方无比亲密的时期，但这恰恰是无数俄罗斯人最不愿提起的一段历史，因为它实在是太过黑暗了。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迎来了一个全面亲美的时代。由于俄罗斯的初代总统叶利钦是一个铁杆的自由派，俄罗斯在他的带领下几乎成了美国的小跟班。在经济上，俄罗斯进行了空前的市场化改革，一时之间，卢布的价值出现了连番跳水，无数普通俄罗斯人的积蓄就在这一轮浩浩荡荡的经济改革浪潮中瞬间蒸发了。随后，多家美国公司陆陆续续地进入了俄罗斯境内，开始大肆收购苏联时期遗留的国企和厂矿。整个俄罗斯最有价值的资产几乎都被美国人和西方资本家抢购一空了。看着支离破碎的国家，许多俄罗斯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家都被先前的自由派政客给欺骗了。
西方和美国永远都不会让俄罗斯有真正强大的机会。随着叶利钦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传给普京，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开始逐步转向了东方。尽管普京政府曾经试图与西方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但西方集团仍然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将波兰、立陶宛等东欧国家纳入了北约的势力范围。于是，自2004年开始，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博弈就变得越来越激烈了。尽管美国联合其他的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最严格的经济制裁，但俄罗斯却在西方的经济制裁当中逐渐成长了起来，并顺利摆脱了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因为在西方国家加大对俄制裁的同时，俄罗斯迅速向东方的中国靠拢，中俄之间不但建立了为粮食贸易开设的专用走廊，甚至还开始在军事领域展开了多项合作。本世纪初，俄罗斯便加入了由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随后俄罗斯又与中国、印度、巴西一起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组织。凭借这些举措，俄罗斯的影响力不仅没有因为西方的打压而被削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了。到了2012年之后，由于斯诺登事件和克里米亚公投事件等诸多因素，俄罗斯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开始朝着恶化的方向一路狂奔。此时的俄罗斯已经相当于是在和半个世界为敌。但是面对这样的局面，俄罗斯人却丝毫不慌。尽管与西方世界为敌必然会受到一些经济层面上的影响，但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依旧支持总统普京的决策。也许在未来的国际政治博弈中，俄罗斯和西方集团之间还会上演更加激烈的博弈，但俄罗斯的人民一定不会轻易向对手让步。这不仅关乎到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尊严，更关乎到千千万万俄罗斯人的生存问题。历史的教训已经让俄罗斯人对西方集团失去了信任，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砺，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明白，到底谁才是俄罗斯真正的朋友。